有一个特别的地狱，就是叫无间地狱哈，都在这个大铁围山里头。要说这个大的地狱有18所，其次呢有500所，这个名称都不一样。再其次呢还有上千所。但是所谓的无间地狱不是一个小的一个小屋子，像一个城堡，周长有8万里，非常大了。这个城墙呢都是用铁造成的，城墙的高度1万里，城墙高度1万里，那没有人可以飞出去了，并且这个城墙顶上呢还有着着大火，没有一个地方不着火的。而且在这个城墙里边呢，这个各个地狱呢还相互连接着，这个每个地狱的名字不同哈，但是它是相连的。还有这个整个的地狱上上下下都是大火，由于里头全都是火哈，里面的刑具有铁蛇、铁狗，都是烧得通红的，喷着火苗子。还有呢，这个铁蛇、铁狗呢是逆时针的，在这个地狱的墙顶上头来回巡逻式的跑，快速巡逻的跑，就是你也想从那里逃出来是不可能的事儿，根本逃不出来。在这个无间地狱之中呢，还有这个大铁床，遍满万里的大地狱，你会亲眼看到自己的身体，应该自己的所谓无数个化身式的身体，就躺在了数不尽的大铁床上头。如果说这里面关的人多了，但是被关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自己无数个身体会绑在大铁床上去，它是有这样的一种叫类似幻觉的这样的地狱。说这个地狱不简单的。之后呢，苦就开始来了哈，有千百个夜叉恶鬼，他们张开这个血盆大口，嘴里头的牙呀都伸出嘴，像利剑一样哈，眼睛又大又圆，在地狱里头一闪一闪的发着暗暗的光啊，好像闪电一样。手呢像这个铜的爪子，专门来拖拽这个罪人。有的这个夜叉拿着大铁戟，就是大铁戟就是大长枪、大铁枪，来这个刺穿罪人，将罪人呢或者是从嘴上，或者从头上，或者从胸部给他插过去之后，一挑就扔起来，把它扔起来抛向空中。完了之后呢，有的是直接扔到火里头，有的是直接扔到大铁床上，还有把他们这个肠胃掏出来，拿刀一段段给它砍碎了，还有把这个烧融化的这个铜汁儿灌到罪人的嘴里头，还把罪人赶进这个融化的铁水池子里头。种种的这种罪行刑法，万死千生啊，死了又活过来继续受罪，想方设法折磨死，再重新回来活过来，再继续受罪，还没有1秒停歇。所以这些都是由于过去犯过的种种的这个罪业的感召，才到了这个地狱里头受尽这些残酷的刑罚。这样的一天中就有万千次的生死，那而且你到永远都不会停下来，要经过超过1劫的大劫，想跳出这个最惨最毒的地狱几乎是不可能，可怕哈。由于这个地狱的时期特别长，它比这个世界容易被毁掉的这个世界，它要长出无限倍。比如说地球污染、暖化、垃圾，还有其他星球的撞击，有一天地球可能会整个都被销毁了，地球也被毁了，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被毁灭了，对不对？这个一定会有这么一天，就是早早晚晚。那这个地狱就很奇怪了，它不容易坏，它比这个地球耐用多少千万倍。我们这个死多少次了，人家那个地狱还都是存在的，它不容易坏它不容易给弄毁了它。它还有这么一个特性。假设说这个地狱到了一个真正毁坏的这个时间了，你会自动转到下一个地狱，受同样的苦，而永远你也出不来。之所以称这个无间地狱呢，
它有5个方面的含义在里头。第一个呢，就是日夜受罪，没有什么一个圆满停止的时间，因为没有停止的时间，所以这是第一个无间。无间就是没有完结的时间。第二，一个人都能把这个地狱装满，因为他给你造出很多化身来，把这个地狱就塞满。何况里头人本来就很多，就很满，所以里头没有任何一个空间，那里没有空间，所以叫无间。第三，这个痛苦不断，地狱的这么多种折磨人的这个刑具和方法哈，就是什么铁叉子、铁棒子、铁鹰、铁蛇、铁狼、铁狗，石锥、石磨、铁锯、钢锉、铁绳子、铁驴、铁马，种种的刑法都会想方设法把你给弄死。他无数无边的方法让你受苦，所以也叫做无间。第4个无间哈，不论身份，不论男女，不论你是任何一个种族民族，不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你是皇帝贵族还是普通百姓，还有不管你是神是龙是天人是鬼道，不管是谁犯了罪就到这儿来，所以他还不挑身份，谁犯错都能进去，所以没有身份上的差别。第5个无间，倘若如果进到了这个地狱里头呢，从一开始一直到永远百千万大劫，一直日日夜夜，它就是没有1秒钟能停下来，没有停下来的时间，所以叫无间。这个无间是指没有停下来的时间，你一直在受苦，甚至你的痛，你还没有觉得这一下痛还没过去呢，下一个痛又来了，那每一个痛都是让你痛的要死去活来的这种折磨。犯什么罪会下无间地狱呢？如果有人不孝顺父母，甚至起了恶心，杀害父母的话，那就要坠入无间地狱。即使经过百千万亿劫的时间，那么这个地狱之苦也永远都不能被放出来。无间的意思是没有终止的时间，所谓电影有个无间道啊，你没有回头之日啊。地狱更是这样，无间地狱就是没有一个解脱的时间，没有一个被放回来的时间，就是这个间。还有，如果要有人出佛身血，包括了说直接伤害佛这个肉身，还有呢伤害这些出家修行的人，还有这个毁谤三宝，就是诋毁谩骂污蔑侮辱三宝。三宝就是佛法僧，不恭敬不尊敬佛教的经典，也将会坠入到无间地狱。如果还有人这个侵占霸占损坏常住的三宝，常住是在我们道场里头进行专职修行和做事的人，做事也等于修行的人尤其是专职修行人叫做常住侵占破坏损坏常住三宝的寺院佛像佛经，还有勾引和奸污僧尼，也就是男女修行者，或者是在这个寺庙里头恣意妄为的邪淫活动，还有杀害伤害打骂出家僧尼像这一类的众生也都会坠入到无间地狱，也是他的罪过是一样，永远没有终止的时间。还有欺骗这些佛教徒居士和这些信众，随便乱讲自己多大的功德，就是欺骗的，因为欺骗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来骗取大家的供养和恭敬的话，并且自己呢
是破戒而不遵守佛法的，有破坏出家人所有的戒律的啊，还有做出相反的制造的种种恶业，不但不遵守戒律，还要制造出很多恶行来的。那像这一类的众生也要坠入到无间地狱，那么也是没有终止的时间。具体的还在后头。如果是有人偷盗修行道场的居住用的东西、食品、衣服，这个行动用的东西，什么工具、财物、粮食等一切，不经道场的人的同意而私自这个取得拿走的话，也要坠入到无间地狱，同样没有出头之日，非常的恐怖。为亲人念佛、点灯，能使他们解脱地狱之苦吗？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要有这个因缘要有这份巨大的能量，将你的祖先祖辈能够接引到极乐世界，他才能出得来，知道吗？地狱之门开了之后，也轮不着你出来。那个围墙10000里高，你能出得来吗？你出不来，那谁能让他出来呢？佛、地藏王菩萨才能把他弄出来，知道吗？佛去了之后，那火立刻就灭了，接谁谁出来，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到底怎么执行呢？你可能没有佛的这个法力呀，怎么办呢？去供佛，在佛前点灯，来超荐自己的祖辈和亲人，还有的是英灵，为他们超荐，还有为很多你世间不如意的人和亲人去点灯，让佛去关注他、关照他，对吧？比如说你有个孩子不听话，孩子读书不专心，在佛菩萨前供灯，让佛给孩子智慧。孩子做事业那个不顺利，在佛前点灯供佛，让佛去帮助孩子。光靠我们的人力是做不到的，所以要想改变这些可能会引发的这个恶果可以要借佛的力既改变我们的亲人朋友，最重要的还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心要改变。那种奸吝吝啬的人的话，是因为他们太自私他总在索取和要求别人，要求别人的本身就是索取。说你必须穿整齐，穿成我要的样子，你头发必须弄成什么样子，是我要的样子。还有很多说根本做这个事儿没意义，说为了满足我对你的统治感。就像军人当了兵之后，为什么新兵训练都去了之后立正、稍息、跑步，不管是刮风下有大太阳，就是让你要服从他的命令的。军人不得已不服从命令，所以军人一个口号叫做服从命令为军人的天职，对不对？但是你一起生活的人不是军人和长官，你没必要去强迫和命令别人，对不对？不要命令别人成为自己的快感，否则你容易造成犯罪的这个现象。你自己犯了罪，自己还不知道呢，说我没做什么错事这每件事上对别人吝啬一点，最后变成大吝啬，甚至是灾难。那种艰涩那种尖刻感，那种刻薄，那种对他人的强迫症，那种对他人的恶劣的要求，手下留情，嘴下留情要心慈手软，才是解脱之道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你先学着去做供养、布施，希望大家好好去做做一个慈悲、善良有智慧的温文尔雅的人真正做一个善良的人，无论对家人，还是对其他社会人，还是对这个世界上的一草一木，都应该怀着慈悲、感恩的善良之心，我们才能得到一个美好的结果对于这个长辈的这个孝敬孝顺，更是至关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我们会有一天这个因果呈现的时候，到时就晚了。这样说，你一个腿上有个毒疮不治，
等慢慢扩散之后，医生告诉你说锯腿才行。说如果你早来治半年也没事啊，说吃上几天药就好了，对吧？因为你不管，所以它就蔓延下去，它就最后就发作了啊。所以很多的行为，我们知道错误一定要改正啊，我们将来才不会受大苦。所以最重要的是大家听到过这部经啊，我觉得就可能不容易掉入到这个苦海和地狱之中，因为我们都会有所被震动，我们就开始从这种迷茫的昏睡之中这个警醒起来啊，做慈悲善良的人。